中国的机器人真的太先进了吧？先进到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可以拦得住它。好，我们直接看这个画面哦。你知道吗？讲到中国大陆的机器人，你就不得不提语速。很多人讲说这个来讲的话，你这个是什么？它压起来哎！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机械公敌》？当机器人有了 AI 智慧，有自己的想法之后呢，它会驱逐人类，它会霸占整个地球。它这个是工程师来帮这个语速机器人来进行维修调整的时候，你看哦，当你按下去 reset 的时候，它竟然生气了，它觉得你是不是要消灭我的智慧？你是不是要让我沉沉睡去？所以呢，它就开始猛烈的攻击。这个机器人打这个样子，而且还有针对性、指向性，然后就觉得说，你这个工程师，你把我按掉 reset 之后呢，你就是不夺走我的性命。你感觉上，我们过去一直在讲。AI 就是赋予机械生命，哇！我在这里真的看到了生命。这个后来这工程师呢是绕过去把吊臂给拉杆之后呢，把它重新给按掉。感觉上这个机器人有了生命，而这个来说的话，对大家来说的话，工程师快吓死了，对啊，挥来挥去。因为这个画面不是打你哦，感觉上就是被人家弟弟啊，就是要去抓你的感觉。好，我们再来看另外的机器人来说的话，你看这个机器人，过去来说他们都有一个炫耀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机器人不一定要在实验室，机器人可以什么走上马路，而这走上马路的时候，当有电动车来的时候，机器人它是会处理的。我看到是傻眼哎，你怎么处理？当你跟你的同伴走到前面的时候，他把他推倒，然后呢自己让杠。这个就跑了，就走了。对，这个很多网友讲说，那你的伙伴怎么办？对，很多网友讲说，这个人工智慧是不是比较阴险狡诈一点？你说他错吗？他没有错啊，他成功的逃离现场了。问题是你的同伴怎么办？所以呢，这应该是一个失控了。好，另外来讲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遛狗，我们刚才讲的是在马路上面，而这个来讲在草地上面的话，机器人遛狗，我觉得这就有点不应该，这低级失误。你遛狗，你一直踹自己的狗。然后呢，把自己狗踹倒之后呢，你又这样子硬要走过去，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地域的一个识别。过去来讲的话，你看哦，扫地机器人它都会知道说前面有障碍物，而这个来讲，这个失误的话，就真的算是相当的一个差劲。另外来讲，很多人哈要把机器 AI 跟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你看哦，哮天犬来了，哦，最后一个 ending pose。这只机器狗哮天犬竟然开始倒立，感觉上是不错哦。问题是它现在倒立一直叫，然后呢，咚就走了，搞到舞台上面的演员说这是哪一招啊？那我们现在是怎样？每个都变成什么？都变成表情包啊！我们现在是噔噔，最后一个 ending pose， 倒立完应该是好的哦。对，你看那个表情，那现在是怎样？你这个机器狗，你怎么开始退场？然后你这个哮天犬，难道你自己去走吗？默默的走了，就是搞不定。好，另外来讲的话，我们刚才提到了，难道机器人真的有智慧吗？这是小型的一个扫地机器人。然后呢，等到你们人类下班之后呢，你觉得机器人它不想下班吗？你看哦，它这个是有声音的，它就一个一个去叫机器人说：“你们还在加班吗？我们下班吧。”一个一个去叫它哦，你不觉得这很像我们社畜的一个值夜班的一个心情吗？人类你可以下班，难道我们机器人不能下班吗？他就一个一个 call， 跟我回家吧，跟我回家吧。然后就真的跟他走了吗？没错，他就呼唤了这些机器人，然后呢，一个一个机器人就真的跟他走喽。你不觉得这个如果不是监控有把它拍下来的话，然后呢，当两个机器人走了之后，很多机器人就远离他的岗位了。然后呢，最后呢，是因为这个监控看到之后保全来。我觉得这真的是有一种机器人有了灵魂了，跟人类一样，我不想值夜班了。所以呢，这个来说的话，你会看到说，到底 AI 真的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好，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相关的以外的话，你知道吗？很多人就讲说，美国把这个 NVIDIA H20不准它卖了。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 AI 企业还是一直蓬勃发展呢？现在找到一个破口了，因为它不是进到你中国，不是进到你北上广深，它是怎么样？它找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马来西亚的柔佛州。这个地方呢，原本就已经有很多大型的公司哦，在 Meta、Amazon 都有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什么大型的一个数据处理中心。所以呢，很多的中国公司啊，它在当地成立子公司，然后呢，顺着这些大型企业，比如说 Google、Amazon、Microsoft、甲骨文这些公司来讲的话，我一起进晶片，他把晶片再偷偷运到中国去。对，然后呢，就直接
直接到了柔佛州，到了柔佛州呢就可以再转，所以呢，他来讲的话，终于找到了。好，因为美国其实一直在盯着你。你看到这些东西来讲的话，过去华为在深圳有一个先进的晶片生产设备，你觉得我们把门关起来，不要让美国公司进来，或者是不要让其他国家的这些engineer 来的话，你就不会被发现了吗？这是美国他发现的，他是用低轨卫星来看哦。华为的工厂其实一个一个都被看到了。另外2座工厂呢，也是2024年，你看原本是绿地，然后呢树地完又变成厂区，所以呢这2家新创公司的话也被盯上了。这代表什么意思？美国老大哥可能会更紧密的来加紧，不会让中国的 AI 继续成长下去。瑞德，我们刚刚有提到，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我要把你晶片完完全全的封锁，而且另外是什么？要阻止他们犯台决心。而且美国不管是这个美国老师、英语老师来台湾之外，给我们各种武器之外，我们这一次史上最大的动员汉光41号演习，竟然征询了2万名的后备军人，通通上来。对，没错。那么这一次的汉光41号演习啊，除了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这个纸上谈兵、电脑兵推已经创了破纪录的这个时间之外呢，直接实兵演习啊，竟然长达14天。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这才叫做演习。为什么呢？一次调动现在的常备跟已经退伍的预备，总共这些军事官兵多达2万多人。对，2万多人14天呢，等于是教招的意思嘛。第一次史上这么多，很硬啊！而且跟你保证一定很硬啊，一定很硬，这次一定很硬啊！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么现在越来越实兵，越来越实战化。所以呢，这次的这个汉光41号演习呢，以前汉光演习就比一般的这个师对抗，在我们那个年代里面呢，40年前的台湾特种部队，我就支援过很多的这个，包括汉光演习跟这个师对抗啊。汉光演习通常是年度的大事嘛，那这一次呢，不再是那种事先写好脚本。我们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就已经不按照这个等于事先写好的脚本来了嘛。那这次呢，更会按照这个等于说各单位的突发状况呢，下达各式各样的指令，所以保证很硬。你知道硬到什么程度呢？那么这次的2万多名的这个陆海空军的阿兵哥啊，绝大部分都要那么进行所谓的3种方式的射击训练。那么射击训练包括这个立姿就站立的，跪姿也包括卧姿3种这个射击训练。那么其实台湾过去当兵啊，我讲坦白的啦，当兵没有什么这个等于射击没有什么诀窍啦，射击就是多打靶就对了。因为呢，以前当兵的时候不是有那个2年或3年路易特的时代吗？1年就打6发，1年打6发的靶，我请问你真的到了上战场了以后呢，怎么打？根据美军在越战的经验，打16万发才打中一个越共啊，你知道吗？所以呢，你射击没有诀窍，就是多打靶。打靶到你拿起来就能射击，射击以后就能打中，这就是那么这人枪合一的境界嘛。对。除此之外呢，这次的汉光41号演习，本来大家都很注意一点是会不会有这个所谓的海马斯火箭弹的这个射击嘛？直接这个实弹射击嘛。那么国防部讲是不会，但是已经有人拍到我们从这个美国去年底拿到的这个海马斯火箭弹11套，对不对？我们拿到的其中呢，有1套已经运到了我们的九鹏基地去了。你说已经运到九鹏基地，这一张照片对透露出来了，已经运到九鹏基地。各位要知道除了运到九鹏基地之外呢，那么每一个月我们都会事先公布下个月跟下个月要所谓的实弹射击或打靶的相关的这个规划嘛。那么在这个地方有2万英尺以下的相关的实弹射击，所以呢，按照时间看起来，海马斯火箭弹非常有可能第一次在台湾进行实弹射击，而且它连报告单都完全出来了。没有错。那么事实上呢，这次最有可能的实弹射击是因为那么射程超过这个等于说这个射程比较远的这个等于说海马斯火箭弹呢，那么因为那个太宝贵又太贵了，我们只买了84枚但是我们买了864枚的这个等于说精准火箭，所以我个人研判应该是以射击这864枚里面我们所拿到的这个精准火箭为主。那至于比较贵的那个那个我们只有86枚的这个相关的飞弹精准飞弹呢，会不会射击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个人研判应该是会以M142的这个发射系统呢来发射这个精准火箭，但是这已经是在我们台湾第一次使用海马斯火箭弹的实弹射击。对，听说可能第一次连无人机的训练使用都会列入。
这个是有史以来没有这个等于说没有对外发表，也没有这个等于说以前没有发生过的这种各式各样的一个战术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当38辆的 M1A2T 啊在去年进入台湾了以后，我们的装甲车不再是以前比中共老旧太多的老装甲，然后包括这个等于说我们刚刚讲的海马斯火箭弹呢，即将要实弹射击，还有包括鱼叉飞弹400枚的鱼叉飞弹呢，陆陆续续交给台湾。那么我们很久没有提到的，那么长距离的相关的这个各式的飞弹，包括雄3增程型飞弹，这个是老共跟美国现在最重视的雄3增程型飞弹。雄3增程型飞弹跟雄3挂在我们的 F-16上面所涉及的这个飞弹，它到底威力跟它的这个等于说精准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包括老共，包括美国，大家都在注意台湾最新的军武发展。这种之前川普对加拿大说什么？你们要成为我的51州，加拿大人气炸了。对，而且他们在选举的时候，就因为川普的关系，整个就翻转。但没想到今天最妙的是什么？加拿大其中一个省，他说我们真的想要成为美国的51州。对，没错。事实上，川普一直说加拿大要成为我们美国的51州嘛。加拿大整个国家选举的时候，这次自由党赢了嘛？自由党他是反川普嘛？那反川普为什么他能够赢？因为他赢了最重要的2个州，一个是2个省，一个是这个安大略省，另外是魁北克省。对，魁北克省2个都，一个是法国裔，一个是这个英国裔，2个省大概就占了绝大多数的人口，所以他这个卡尼当然就可以当选这个他们的总理嘛。但是他在偏远的地方，其实他们都是输的哦。特别是有一省就非常不爽，这个阿尔伯塔省。阿尔伯塔省就说，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都没有被这个中央政府照顾到啊，所以呢，他们在选举的同时，你知道，他们的省长史密斯就说，我们现在修改了法令，我们现在把这个公民的这个倡议法案呢，把独立公投的门槛大幅降低，底线是只要60万个签名，现在也只要17.7万，原本是60万，降到17.7万，所以然后收集的时间也延长了，真的要独立哦，准备要进行一个独立公投这样一个状况。好，那你知道真的，他们还真的，你看。很多他们的国民，他们的这个省民还这样 tell Daniel 就是个省长嘛。那你看 Let's join the US， 你看加入 US， 然后 American Fund.ca， 然后这个照片就是省长跟川普的这个照片，所以看起来的话，他们真的要加入美国，而且他如果真的独立的话，加拿大死定了。对，这个是阿尔伯塔省，对。是石油储存量家国第一，你怎么可能放他走啊？对，没错。那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要收一个相关的法案嘛，就是说他们要先省独立，省就是先我们要独立出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省级的这个警察税，然后自己抽这个联邦税，然后我们还要退出加拿大养老基金，然后还有所谓的他们的自己的移民政策。看起来他们是真的要脱离加拿大哈，脱离加拿大当然要加入美国。那为什么你看他们这些人就真的是这样？你看他们举的这个旗子啊。这个旗子是美国的旗，他们在这个阿尔伯特的这个街头上面，你看这是美国旗，然后这是阿尔伯特他们的这个省旗，你看2个连在一起要加入这个美国，他们看起来就是真的要这样做哦。这个阿尔伯特独立或是加入这个美国的第51州，反正他们只有这2个，就脱离加拿大就对了啦。要么就是我们独立，要么就加入美国，就这样。你看他们整个都在抗议这样的事件哦，是玩真的。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国旗？这个国旗是怎样？加拿大国旗对不对？但它是倒着的，你们知道枫叶是往下，对不对？事实上，加拿大的国旗要枫叶往上，所以他们对加拿大非常不爽，然后就是要加入这个美国。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第一个，我们刚才讲，事实上这个阿尔伯特省，我们知道它在这个美国这个下面就对应美国的中西区，然后这个地方有非常大量的石油、天然气这个东西。那照理说，它应该省很富裕嘛，但是因为加拿大这个中央政府都说，我们要这个节能环保啊，要降低这个碳排放啊，所以他们规定说，我们加拿大每一州有我们固定的碳排放标准。可是问题是，它明明它的天然气是全世界这个加拿大最多，加拿大最多，然后这个也是石油也是加拿大最多，但是因为你省的这个规定，它没办法有太多的这个开采，所以反而让他这个省我有很多资源，但是我没办法开采。然后呢，中央政府又说，你这个省比较富裕啊，我们北方很多州，你还要负责去照顾它。所以这些阿尔伯特省为什么会不爽？就是这样，中央政府没有照顾我，然后拖我的油品，所以他们铁了心要加入这个美国。就川普就非常开心啊。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看哦，这个真的会不会有如同川普说的51州不是加拿大，而是先是这个阿尔伯特省会加入美国？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
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